民国年间，医者张叔入仕，周游列国，救死扶伤。创独门针法，攻克诸多疑难杂症，声名显赫。世界医盟尊其为医圣，授予环球医学最高荣誉勋章，却被拒绝。留下一句话后，便归隐家乡。我只一心向病榻，从不醉心临讲台。大帅突发恶疾，命悬一线，请先生出手相救。请先生出手相救。聒噪！今天我女儿生日，谁都别来打扰。爸爸，阿云，来，抱抱抱。爸爸，哎呀，出去！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吴凯，你这个畜生啊你！你不但辜负我的女儿，你还觊觎我们的祖母死血神针！你畜生！滚开！没想到，我竟然魂穿到这个容貌相似的中医身上。可惜啊，身体还无法动弹。爸，你在那边好好的。老东西，死了还要摆尾道。今天不交出真的四阙神针，我让他死不瞑目。你这个白眼狼徒弟，你还敢来？四阙神针是我们赵家祖传的针谱，你想都别想！不知好歹，给我走！给我走开！不要！今天是你不想给他体面的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再不说针谱在哪儿，一会儿或者是造人毁脑袋。好一个欺师灭祖的白眼狼！我耐心有限，只给你5秒钟。5、我真的不知道。3。吴凯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。 2。不要，求你了。这都是你逼我的。逆徒，你好大的狗胆！爸，你没死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老子还没死呢，你就赶着来抢东西了！都是你的错！你要是早点把针谱给我，也不会有这么多事情。一本针谱就能让你如此疯狂？四阙神针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想学啊？我教你啊！血人遗体，不容亵渎。你图逞凶施暴，认真！我赐你不真之位。放开我！血染一片赤诚，你却辱他负他，认真！我赐你狼心狗肺。教你医术，扶你高升，你却奔四于我，认真！我赐你忘恩
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，就是他！刚才就是你羞辱了吴凯。你是谁？瞎了你的狗眼，连医圣张家二爷都不认识。医圣张家，此人身上竟有几分熟悉的气息，难道是我的后人？如果阿云招人入了赘，倒也不是没这个可能。张佩云是你什么人？竟敢直呼我母亲的名讳！他果然是我的后代啊！家门不幸啊！说什么？张家乃医圣世家名门望族，怎么到了你这儿就如此作践，竟以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为伍？你沆瀣一气，是非不分，张家老祖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至于张佩云，纵容你堕落至此，管教失职，同样也难辞其咎。够了！敢对张家不敬，这是找死！放肆！我的手怎么？老东西，看你怎么嚣张！你给我闭嘴！二爷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他的眼神怎么会给我这么大压力？好像真是我的老祖一样。既然真仆已经到手，就饶这家伙一命，免得有人说我欺人太甚。哎呀，老东西，算你走运。哎，爸，吴凯拿走了家传的四阙神针，万一真让他攀上了医圣世家，恐怕以后会更加肆无忌惮。医术不在针谱，而在人心。吴凯这人心术不正，注定难成气候。原主在这儿兢兢业业工作了10多年，功劳全被白眼狼徒弟抢走不说，还落了个扫地出门的下场，令人唏嘘啊！快，讲座马上开始了。若仪教授是京海最年轻的儿童学领域专家，同时也是医圣张家的继承人，他的讲座一定受益匪浅。走走走。儿童神经发育性疾病的早期干预，核心问题在于抓住脑可塑性窗口期。以金兰型脑瘫儿童为例，0到6岁是运动功能重塑的关键阶段。清月，阿云，爸爸，清月，他真的跟你好像啊！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来晚了。赵仁怀，你不是被医院开除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你叫张若仪？若仪教授开讲座最讨厌被打扰，你现在想搭讪也不看一下场合。混账东西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跟我曾孙女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插嘴了？曾孙女，你说什么？大胆！
赵仁怀，你知不知道张教授什么身份？也是你能冒犯的。陈院长，这就是你们医院职工的素质吗？不好意思，张教授，他早就被医院开除，并非我院的职工，赶紧滚！你的祖母张佩云，她还活着吗？你还敢诅咒我祖母？糟了，姐姐肯定生气。你发什么神经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院长，来了一位车祸病人，情况十分严重。什么？小儿颅骨薄弱，头部施针难度极大，我的针法派不上用场，这孩子没机会了。院长，我求求我儿子，救救我儿子！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我儿子才6岁，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一定有办法的。哎，张教授这种权威都救不了你儿子。生下来就没用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孩子，我能救。是你，赵仁怀，你又来捣什么乱？张教授和院长都束手无策，你凭什么说你能救？凭你脸大！他们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大放厥词！您真能救我儿子？杨女士，我知道你着急，但着急也不能乱投医啊。赵仁怀真有什么本事的话，也不会被我们医院开除啊。开除？可不是嘛，他还自称中医世家传人，结果混了这么多年，还只是个普通坐诊。医院留他这么久，都是看在吴主任的面子上。哎，毕竟师徒一场，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。但我是医生，得对患者负责啊！继续让他在医院混下去，有没良心？哼！原来是这样。你这个主任怎么当上的心里没数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够了！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，别把职场里的斗争那套带到这儿来。这件事儿，吴凯做得对。医术如果不精，还可以再学；要是医德坏了，你就没资格再当医生。不好，患者心率18，血压跌破60，血氧浓度还在断崖式下跌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现在让我出手，孩子还有得救。赵仁怀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这人命关天，是能拿来开玩笑的吗？情况越来越差了，你有几成把握？10成。10成。疯了吧？居然敢说有10成把握？谁给你的自信啊？别说伤者伤得这么重，就算是一点小擦伤，话也不能说得这么满。这是作为一名医生应有的基本准则。现在还剩9成。你知不知道，盲目的给患者家属希望，不是自卑，是2次伤害。知道，还剩8成。你7成。赵仁怀，你少他妈故弄玄虚。6成。5成。只要你能救我孩子，什么办法都行。我求求您救救我儿子。杨女士，闭嘴！我儿子都快死了，还有比这更坏的情况吗？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，救救我儿子！
院长，咱要任由他胡闹吗？儋中炼天修，中原顾中州，关原续元天，天土通六分。他的手法竟然如此熟练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连我都做不到这种程度。我以自身手法大为自创的回元阵，吊住了他的最后一口气。接下来，最关键的就是头部。小儿头部失真是大忌，他怎么敢？院长，赵仁怀肯定是被医院开除后怀恨在心，故意制造医闹，想要搞垮我们医院。快阻止他！等等，快看，心电图动了。太好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就知道，他就是要捣乱的。赵仁怀，你是在耍我们！警报居然解除了，心率正常，血压正常，血氧饱和度也在回升，这患者恢复了。他居然真的做到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我儿子。我是一名医生，救死扶伤是刻在骨子里的本分。作为医圣传人，我们必须要把救死扶伤刻在骨子里。这套针法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想学吗？叫我一声太爷爷，我教你啊！狂妄！赵仁怀，你只不过是运气好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，敢对张教授这么无礼！喂，怎么了？若依，你奶奶快不行了。什么？好，知道了。院长，麻烦你帮我召集所有的专家，跟我走一趟。好。姐姐，你的路呀！等等，怎么回事？祖母生病了，姐姐着急带人去救祖母。什么？阿云生病了？张教授，老夫人这是……实不相瞒，我祖母患的是琥珀症。琥珀症？症？琥珀症？怪不得吴凯处心积虑也要得到四绝神针，原来是想给阿云治病，从而攀上争抢。只是这套针法后患无穷，绝不能让他失真。各位都是享誉全球的专家，我今日请大家过来，就是为了共同商量出一个针对琥珀症的治疗方案。琥珀症是苗疆那边一种罕见的绝症，它让患者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陷入昏迷，连发病的机制都不明确。这病很棘手啊！我已经把我想到的办法全都试用过了，还是不行。你们当中若是谁能救好我祖母，我张家必有重谢。张教授，不是我们见死不救，您作为医圣世家的传人，都治不了。这我们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吗？琥珀症而已，我能治。你能治？我偶然间得到过一本中医针谱，恰好就记载了怎么应对琥珀症。若是你能治好我祖母，我肯定会重重报答你的。定不叫张教授失望。
各位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，我施展的这套针法，名叫四雀神针。住手！承认，此针若下，张佩云必死。住手！承认，此针若下，张佩云必死。就是这个老东西。四雀神针虽是中医绝技，能短暂唤醒琥珀症患者，但只需半日时间便会生机殆尽而亡，无异于饮鸩止渴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一派胡言！赵仁怀，你不就是记恨我没有让你继续在医院混日子吗？你小子的危言耸听！危言耸听？那你下针试试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这老东西说的煞有介事，我要是真把这老太婆治死了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若是没这个胆量，就滚一边去，别耽误我治疗。你有办法10成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0成。那就请你治好我祖母。简直胡闹！怎么了，二叔？母亲身份尊贵，岂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救治的？万一此人心怀不轨，出了事情谁能负责？阿云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会害她？住口！竟敢当众羞辱我的母亲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退下！又是这感觉，为什么会给我这么强的压迫感？你再敢打扰我施针，后果自负！回来了。这是我们张家失传已久的灵枢九针。祖母说过，这灵枢九针，只有他和太爷才懂得如何施展。我跟我曾孙女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插嘴了？难道他真是我们的太爷爷？荒谬！且不说先祖保护母亲而早逝，就算活着，也早过去几十年，怎会如此年轻？二叔说的对，不可能有这么荒谬的事情。二爷，邵仁怀非但对你母亲不敬，还妄图施展如此霸道的针法，恐怕是图谋不轨啊！敢！这是什么针法呀？他所选取的穴位中有好几处都是大危之穴，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母亲要是干出什么事，我定让你陪葬。阿云这病要是再拖一会儿，连我也无力回天了。幸好来得及时。怎么样了？半小时后自然会醒。时间已经过去34分钟了，我母亲为什么还没有醒？急什么？自然会醒。病的又不是你亲人，你当然不着急。二爷、张教授，你们还没看出来吗？赵仁怀是故意在耗时间。王八蛋敢耍我，拿斧头来！二叔，你要干什么？敢耽误我母亲治病，看老子今天不劈死你！二叔，你冷静一点。张若意，有人都骑到你奶奶头上动土了，你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挑衅我们医圣张家的下场。5、什么4、3、难道2，
这不可能。咦，若仪，奶奶，奶奶，你终于醒了。奶奶没事儿。阿云，那是，爸，奶奶，脉象杂乱，腹部归经，沉不入络，这是经脉僵绝的征兆。什么？经脉僵绝，即便华佗在世，也是回天乏术啊！老东西，三番两次坏我好事，这回是你自己撞到枪口上来的，怪不得我。我都说了，赵仁怀图谋不轨。经过他这么一番折腾，我即使再施展四阙神针，也无济于事了。你不是说你有10成把握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老子现在就把你剁碎了喂狗！我拧了！谁说脉境僵绝就是必死之兆？脉绝非静，破而后生。脉绝非静，破而后生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奶奶的脉象竟然恢复了正常。居然会有这种事儿！张教授，恭喜，老夫人的身体没有大碍了。怎么可能？赵仁怀这个老东西，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运气？我奶奶好了，你很失望吗？不是，张教授，那就给我闭嘴！既然没事了，就赶紧醒来，给我奉茶。王八蛋，居然还敢对我母亲不敬！你一而再的羞辱我奶奶，真的以为我们张家不敢对你动手吗？住口！不许这样跟你们太爷爷说话。什么？太爷爷？他就是你们的太爷爷，我的父亲。这不可能！爷爷已经走了几10年了，他肯定是个假的，顶多是长得像了点啊！闭嘴！我自己的爸爸，我难道不认识吗？哎呀，一转眼都变得这么老了，都怪爸爸，怪爸爸没有照顾好你。爸爸，别这么说，是女儿，对不起您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爸爸以前救死扶伤，积攒了无数功德，老天爷让你重新活一次，是福报。他刚才说自己是魂穿过来的，真把我们当傻子呢！这么荒诞的理由，谁他妈信啊？我信。爸爸从来不会骗我。父亲真是病糊涂了。这老东西凭什么命这么好，居然还被张老太太当成了爹？老夫人，三思啊！你想说什么？其实，他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放肆！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对我父亲不敬？让他说完。各位，赵仁怀此人阴险狡诈，之前就假借收徒的名义窃取了我吴家祖传的针谱——四阙神针。还有这事儿？
这祖传的真谱是一个家族花费几十上百年的心血凝聚而成，确认真谱无疑是绝人之根基啊！是啊，果然人品低劣呀。中医家族里面有吴家吗？不对呀，你之前说四雀神针是你偶然间得到的，怎么会说是你的祖传真谱呢？是有些人嘛，性格低调，不喜欢暴露家庭底蕴罢了。二爷说的没错，若非赵仁怀得寸进尺，还窃取我的功劳，还妄图诓骗张老夫人，我也不想将此事拿出来说。你说四雀神针是你的祖传真谱，有何依据啊？在场所有人都听见了，是我先提出可以用四雀神针医治张老夫人的琥珀症的。我施展的这套针法名叫四雀神针。且不说我刚展示的并非四雀神针，就算是，那也是你窃取了我的真谱。放屁！你有什么证据敢污蔑我？想要证据啊，我给你。呀，臭流氓！大家都看到了啊，赵仁怀一言不合动手，毫无医德。这种人留在我们医学界就是个祸害，我建议全行业封杀他。你们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狼心狗肺，忘恩负义。二小姐说的对，赵仁怀就是个狼心狗肺、忘恩负义的人。不，我说的是你背上的字。我背上？这一针，我赐你不知敬畏；放开我！这一针，赐你狼心狗肺；这一针，我赐你忘恩负义。老东西，你又摆我一道！够了，吵得我脑袋疼。管家，请吴先生出去吧。请吧。张教授。老夫人，既然您的身体无恙了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刚才外人太多，有些话我不便说。张佩云，你可知错？你妈，给你脸了！没大没小，怎么跟我爸爸说话呢？这不是二叔。爸爸，女儿是做错了什么，惹您生气了吗？治家如治愈，先着其内里，再护其棱角。要是内里乱了，再光鲜的门面，也撑不起家族的根基呀。爸爸说的对，女儿治理家族不善，女儿知错了。你也不必太内疚。当年我意外离世，你才8岁，能把家族传承下来，已是十分不容易了。谢谢爸爸夸奖。刚才为什么不让说话？母亲老糊涂，你也糊涂了。你有多久没有看到奶奶这么开心了？来人，奉茶。来人，奉茶。爸爸，请喝茶。太爷爷，请喝茶。太爷爷，请喝茶。二叔，该你了。让我给他奉茶，绝不可能！你这个逆子！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啊！什么意思？你眼眶泛青，唇白无血，且双腿虚浮，是肾虚之状啊！放你娘的狗屁！
老子剩不知道有多胖了。我有秘方，爷爷，请喝茶。张家虽是名门，但人丁稀薄。老二早年丧偶，一直没有再娶，直到前段时间相中了一个姑娘，怀了他的孩子，也算是拨云见日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妈，露露，来，见过你未来阿公。未来阿公，这死老太婆在搞什么名堂？阿公好，坐吧。慢点啊！哎呀，露露，以后你就是我们自家人了，不用这么拘谨。郑州，我还是有点紧张。哎呦，怎么了？露露是觉得自己这么年轻生孩子，心里有些不踏实。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你安心养胎，物质方面我们张家是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到时候我把市中心那套别墅过户到你的名下，另外再给你1000万作为育儿保障。谢谢母亲。张家果然财大气粗，不过我的胃口可不止这么点儿。阿云，跪下。他发什么神经？难道真以为老太婆会给他下跪？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？请爸爸明示。你看病尚且知道望闻问切，怎么观人便如此草率，只看其表，不辨其里呢？爸爸的意思是，女儿辨人不明。郑州，阿公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呀？只要有我在张家，你就别想拿走1分钱。你为什么要针对露露啊？爸爸的意思是，露露她有什么问题吗？狼子野心呐！郑州，他污蔑我！露露怀了我的孩子，妈给点物质上的支持，这很合理啊！怎么就狼子野心啊？这个是我自愿给露露支持的。你是信他，还是信我？我当然相信爸爸。你们都疯了吗？这家伙明显脑子不正常，你们还把他当成老祖宗，真是一群神经病！放肆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有何不敢？张承洲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呀？我都被人打了，你还在这傻愣着！我现在就帮你收拾他啊！你敢！找死！放肆！怎么？他那眼神怎么会给我这么大压力？好像真是我老祖一样。退下！又是这感觉，为什么会给我这么强的压迫感？真是个废物！以前我仗着怀了张承洲的种，在张家有求必应，这次我被打了，他们居然毫无反应。这家伙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，竟能让这个死老太婆这么听话？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哎呀，我的肚子！你怎么了？我的肚子好痛！是不是动了胎气了？肯定是他刚才那一巴掌害的。承洲，他要毁掉我们的孩子！孩子有事有是不是？我跟你没完！先别说了，赶紧送露露去医院吧。我才不去！露露，这会儿就别耍什么性子了，快走！我还没嫁进你们张家呢，你们就敢这样对我？等我以后生了孩子，你们是不是得一脚把我踹开？我发誓，肯定不会。刚刚我被打了，你都无动于衷，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？那你要我怎么着啊？
打断他的腿，让他滚出张家。好，你敢？程昭，我就知道我还不是张家人。既然这样，我还是把孩子拿掉吧。不行，那就让他滚！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选。妈，我的身体状况你知道的，我现在好不容易有后了，可千万不能出什么意外啊！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，唯独这条不行。妈，如果你还知道我是你妈，就闭嘴！哎呀，这死老太婆肯定被灌了迷魂汤。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孙儿流掉吗？不用担心，他没事儿。陆路都疼成这样了，你居然还说没事儿？卖惨的把戏罢了。不过，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吧？什么？你有病啊！刚才还疼得死去活来，怎么突然就有力气骂人了？露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看你们被这个冒牌货骗了，所以才演这一出戏。这确实是我的爸爸，不是冒牌货。这家伙留在张家，迟早会坏了我的大事，必须想个办法把他赶出去。张家可是医学圣家，你既然说你是张家老祖，那你的医术也很厉害。那还用说？正好我这2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不如你也帮我看看。如果看好了，那我们就一笔勾销；如果看不好，那你就滚出张家。怎么样？露露，你刚说身体哪里不舒服啊？我骗他的，你也不想他一辈子骑在你头上吧？你想玩啊？我随时奉陪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不过事先说好，我有点保守，你不能碰到我的身体。不接触，这怎么号脉？无妨，太爷爷给你们上第1课：千丝为引，隔空断气。悬丝诊脉，悬丝诊脉需要很强的脉象感应能力，十分考验施展者的心态，以虚探实，以微知著，很有难度。当年你太爷爷这招悬丝诊脉可是震惊世界的绝技呢。花里胡哨，诊不出病，你再多花样也没用。还没有诊出来吗？看来你这医术也不行啊。要不，你还是直接承认你自己是个冒牌货。悬丝诊脉本来就很难，你还动来动去的不配合，这不是存心刁难吗？他可是医圣，还会怕我刁难？装模作样，赶紧认输，赶紧滚出张家！我为什么突然不受控制了？你怎么这么开心呢？我开心你妈！我天，孕妇还能有这么高难度动作，牛掰！妖术，你对我受了什么妖术？我用奇法为你诊脉，怎么就成妖术了？你放屁！老娘长这么大，从来就没见过有人用这种医术看病的。你就是想让我丢脸！你还有脸可丢吗？太爷爷看着古板，没想到怼起人来这么厉害。你也就是嘴皮子厉害，你看不出病来，你就是个骗子！妄想症。什么？我说，你得了妄想症。怎么可能？露露的身体状况我最清楚了，怎么可能得什么妄想症啊？只凭脉象应该诊断不出来妄想症吧？他这个说法未免也太不靠谱了。原来你是在给自己看病啊！
妄想自己是张家老祖，的确挺符合病症的。我本来没想贪图你们张家什么，但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实在是太让我心寒了。那我也直接点儿，除了原先答应的别墅和1000万现金，还要给我的孩子张氏医药集团10%的股份。什么？露露，你别开玩笑了，集团10%的股份，那可不是小数目啊！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不答应我的请求，你们就等着绝后吧！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呀？这都是你们逼我的。露露，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再怎么说也不能拿肚子里孩子做筹码。小琪啊，你身为张家后人，我不求你光宗耀祖，但最起码也要挺直脊梁。为这样一个女人低三下四，你成何体统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真以为自己是张家老祖了？父无任相，谎称有孕，到底谁才是妄想症？到底谁才是妄想症？胡说！我明明就是怀了张承洲的孩子。你无凭无据怀疑露露，有何居心啊？你忘了，当时你跟吴凯搅和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怎么说的？张家乃一生世家，怎么到了你这儿就如此作践，竟与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为伍？你沆瀣一气，是非不分，张家老祖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没想到，你不但是非不分，还蠢笨如猪。还有你们，连假孕都看不出来，别说是医生的后人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怀孕必然会呈现出滑脉之症，一定能拔出来，让我来试试吧。不行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我替你把脉，应该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吧？反正就是不行。露露，不就把个脉吗？你怎么这么抗拒啊？连你也怀疑我？我不是想让你证明你真的怀了我的孩子吗？他就是个精神病，还需要我向他证明？露露说的没错，我们凭什么要证明？分明就是你想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你简直是无可救药啊！如果你是真怀孕，我自废双腿，从此以后不进张家半步，如何？什么？这可是你说的，露露，证明给他看。你不是一直想把他赶出张家吗？他滚出张家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？我又能得到什么利益？好，那就再加一条，张氏医药集团10%的股份。你说给就给呀！我没意见。就按爸爸说的，如果你怀了承洲的孩子，我立刻给你股份。现在你可以配合了吗？她怀孕之后，你有没有陪她去医院？露露说我年纪太大了，跟她一块去医院，先给她丢人。也就是说，至始至终，你都是听她说的怀孕的消息，并没有任何的证据。可是我看过孕检报告啊。二叔，报告是可以作假的。我张某人的确是老了，竟被一个小辈耍得团团转，可笑，真是可笑啊！奶奶许久没有出来走动了，怕是很多人都忘了，奶奶当年可是叱咤青海的女强人。不错，这才是我张家后人的血性。姑娘，骗人骗到我们张家头上来了，我是应该说你勇敢，还是应该说你无知呢？我没有。妈，露露她不是这样的人。你给我闭嘴！来人，老夫人，带她去检查，10分钟内给我结果。许小姐，请吧。老夫人，结果出来了，怎么样？报告显示，徐小姐并没有怀孕。怎么可能？他竟然又说对了。太爷爷太棒了！许露那个女人心机太深，多亏爸爸及早拆穿了她，
避免了我们张家更大的损失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了一个女人一蹶不振，你也不嫌害臊。不是这样的，爷爷，我并不是为徐璐难过，我是以为自己铁树开花，终于有后了，可没想到，到头来却是一场骗局。不急，还有机会，是肾虚之状啊！放你娘的狗屁！老子肾不知道有多胖了。我有秘方。爷爷，您之前说的秘方，虽然你不成器，但毕竟是我张家的后人，我亦不会袖手旁观。爷爷，您就是我的亲爷爷。爸，刚才吴凯来找我了，他竟然想要跟我复婚。你答应了？怎么可能？他那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的确，你是我的女儿，吴凯根本就配不上你。爸，我咋感觉你最近变自恋了？故意夸大才叫自恋，我这叫陈述事实。这是我给你配的药方，你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这张方子很适合你。这上面的药材都太贵了，还有这几味，都十分罕见。放心，有爸在，只要能把你的身子调理好，再稀罕的药材，我也会帮你弄到。早点休息吧。你姐像你这么大年纪，出类拔萃，品学兼优，怎么到你这儿就整天不学无术呢？阿云，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了？太爷救我！你孙儿，你以为躲在我爸爸后面就没事了？你每逃课一次，我就要打你一次。逃课？这也不能怪我，要怪就怪学校里东西太枯燥了。学习本来就是要吃苦耐劳，你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还能干什么？我要跟太爷爷学习中医。哟，什么？中医深奥如烟，必须要有夯实的理论知识作为根基。你连走路都没有学会，就想着要跑了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学。太爷爷，你就教我学习医术，好不好嘛？胡闹！哎，你当真要学？我可以教你，但你若是半途而废，这辈子都不许再学医，也不许说自己是医圣传人，如何啊？爸爸，这会不会太严厉了？如果连这点魄力都没有，就别痴心妄想学什么奇珍异术，回学校好好打好基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阿云，准备一个针灸同仁，我要对雨辰进行一个基础的能力测试。华盖诀、幽门穴、天泉诀、2寸。爸爸，您惩罚我吧。为何呀？我们张家作为医圣世家，可这些后人中，除了若仪，一个个都不成器，是我没有教育好他们。谁说他们不成器啊？太爷爷说了，本姑娘天赋异禀，是百年难遇的天才。什么？爸爸在医道上向来严苛，绝不会拿这种事情说笑。
雨辰，你有这么好的天赋，怎么不告诉奶奶呢？我说过呀，但你不信，还说我不务正业。所以啊，不是我们张家的后人不行，而是你缺乏对他们的信心啊。爸爸教训的是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教你中医，但学校的课程也不能落下。老夫人，万隆商会将在3日后举办药材拍卖会，这是邀请函，请您过目。在家躺了这么久，是该活动活动了。爸爸，您要一起吗？帮西月调理身体，还缺几味药材，或许能去那里找找。你们先进去，我等个人。那我跟接待先说一声。这位是我的贵客，你要好生招待。是。赵荣怀，原主本是中医赵家分支，因理念不合被族人打压排挤。眼前这两人，最擅长落井下石。赵荣怀，见着堂哥堂嫂也不行你，家里的规矩你都学哪儿去了？因为你们不配。你说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这臭脾气是一点没变。当初你要是不那么迂腐，何至于沦落至此？仁怀，堂哥，我已经和医药集团达成了合作，以中医文化为元素，推出了一款中西药复方制剂。仁怀，你在我们赵家医术最强，如果愿意加入，一定大有作为。堂哥，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，用药取材皆源于自然，怎可与西医相容啊？只要能挣钱，谁管你药材是不是天然的？你这不是给中医抹黑吗？赵荣怀，我好心给你指条明路，别这么不知好歹。听说你前段时间还被医院开除了，要不你服个软，我可以不计前嫌，让你回归赵家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装什么清高？爸，他们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没事，我们进去。等等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究竟万隆商会请的可都是京海名流，你一个破落户也配？我若不配，这京海便无人敢说配字。我们走。他以前也这么狂吗？不过是想维护他那仅有的自尊罢了。希望等会儿他被赶出来的时候，也能这么有骨气。什么情况？居然直接放他们进去了？看门的，他们连要钱都没有，你凭什么放他们进去？关你屁事！你算了，丽丽，没必要自降身份，跟这种底层的小人物置气。别以为认识条看门狗就神气了，这样的高端场所，你就算进来了，也是自取其辱。哼！张老夫人的贵宾都敢得罪，这女人脑子被驴踢了。据说这次的拍卖会，张老夫人也会亲自参加，这可是个结交的好机会啊！就是那位年轻时候叱咤风云，被誉为京海医学界天之骄女，医圣张家的老夫人。没错，要是搭上了张老夫人这条线，我们赵家就能直接晋升为京海顶流。
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凑热闹，也不怕当着老夫人的眼。哎，这不是张家小孙女吗？她既然来了，那老夫人肯定也在现场。太爷爷，奶奶让我带您去张家的专属贵宾室。太爷爷，奶奶让我带您去张家的专属贵宾室。不必了，我这个位置视野不错，方便我观察药材。好吧，那我去找奶奶了。商家小孙女怎么会跟赵仁怀认识啊？只是搭个话而已。那样的大人物，岂是这么容易就能高攀上的？也对，他要有这能耐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各位，接下来我们拍卖的这位药材是一株52克重的百年野山参，起拍价180万。52克重的百年野山参实属罕见啊，且观之品相极佳，拍下肯定不亏啊！200万。好，200万。260万。 260万，还有吗？300万。300万。最近的300万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300万。最近的300万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百草运灵，深藏玄光，以我目里，望请关心。爸，你觉得这颗野山参怎么样？子运浮表，药运无根，空有其形而灵气尽失，根本不值这个价。500万。张老夫人，这株野山参不错，正好拍下来给爸爸当礼物。败家玩意儿！败家玩意儿！赵荣怀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得罪了老夫人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哗众取宠，连命都不要了。爸爸的意思是，这株野山参不值这个价。恭喜老夫人，这野山参品相绝佳，药运充沛，而且是十分罕见的52克大参，这钱绝对花得值。你是？我叫赵坤，来自医赵家支脉。听说你们医的是药食同源，因此在变药意图上十分了得。你当真觉得这500万花得值？以我多年的变药经验来看，值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给我500万，我把这颗野山参卖给你。老夫人见笑了，就当是我拍下来送给老夫人的见面礼。花500万跟张家搭上线，这笔买卖很划算。谁要你送？难道我们张家付不起这500万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怎么感觉张老夫人对咱们有敌意呀？肯定是他刚才出言不逊，冲中了老夫人。老夫人肯定是因为赵仁怀出言不逊，恨上了我们赵家。我得找个机会解释清楚。从外形上来看，这株参没有任何问题，但爸爸既然说不值，是有原因的。雨辰，你掰开来看看。竟然是空的，怪不得，外实内枯，它的药用价值已不及正常的1%。我竟然看走眼了！太爷爷是怎么发现野山参里面有问题的？难道会透视？
那是望气术，是你爷爷的绝技之一，在世界上都是最顶级的变药之术。好厉害！我要学，我要学。都是最顶级的变药之术。好厉害！我要学，我要学。花500万买个教训，倒也不亏。该死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敢说出这种话来刺激老夫人？老夫人息怒，虽说是赵仁怀也是中医传人，却在10多年前就跟我们赵家断绝了关系。你怕我会迁怒赵家？我只是想告诉老夫人，我们赵家绝对不会对您不敬，而且十分期待与您合作。本来我看在你和我爸爸是同族的份上，打算跟你们合作一次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就算了吧。什么？什么？张老夫人为什么说她爸爸跟我们是同族？我怎么知道？老夫人，晚辈不明白您的意思，还请您明示。真笨！我奶奶是说你们赵家人有眼无珠，碰到了大人物还不自知。果然是这该死的种种扰乱，让我们赵家来承担。可是您不是解释过了吗？他早就不是我们赵家人了。只要赵仁怀一天身上流着是赵家的血，老夫人就会把他的错算在我们赵家头上。真是个扫把星，走了还要拖累我们赵家。至于他有没有断绝关系，老夫人并不在乎。想要取得老夫人的原谅，就必须让赵仁怀亲自给老夫人道歉。还不快给老夫人道歉！我要是不呢？赵仁怀，当初你既然有骨气离开赵家，现在惹了祸，就别让我们给你擦屁股。恐怕惹祸的人不是我吧？不是你，难道是我们吗？最后问你一遍，道不道歉？好，既然你无情，那就别怪我们无义。我记得他王建灵位还在赵家祠堂吧？既然他不肯道歉，那我们就把他王建灵位从赵家祠堂给请出去。你敢！你敢！是你坑害赵家在先，我为什么不敢？我母亲的灵位是经过祖父同意进祠堂的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做？你也知道是老爷子同意的，可惜他已经过世了。现在的赵家是我当家做。堂弟啊，别怪我这当哥的不讲情面，实在是你自己太不上道。我给了你这么多次机会，你一次也没抓住，怪谁呢？帮我！这是原主的声音。原来如此，原主对他的亡妻用情至深，医院也是想把灵位迁出赵家。那就迁出来了。爸，就因为不肯低头道歉，就让自己死了多年的老婆不得安宁。赵仁怀，你还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啊！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迂腐，为了这点所谓的骨气，活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。我亡妻的灵位是要迁出赵家，但必须让你们在全族人的见证下，一步一叩首，亲自把他恭送出来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让我们一步一跪，把他亡妻灵位给恭送出来。赵仁怀，你是还没睡醒吗？好笑吗？老夫人，我们是在替您教训这个不长眼的东西。我问你，好笑吗？这么喜欢笑，我就让你笑不出来。在座的各位都听好了，凡是跟赵家合作的，就是我们张家的敌人。老夫人，为什么呀？
难道是老夫人对我们的处理结果不满意？您说，想要怎么惩罚张仁怀，我们一定照做。行了，跟这种人没必要浪费口舌。闭嘴！闭嘴！听见了吗？老夫人让你闭嘴。我让你们两个蠢货闭嘴！我们连我爸爸都敢欺负，我看你们赵家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爸爸。心月妹妹，我知道你很疑惑，等会儿到了张家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天哪，这个世界终究还是疯了。一个40岁的男人生了一个80岁的老女儿。据说张老夫人前段时间生过一场大病，估计是把脑子烧坏了。我们真要按赵仁怀说的，一步一跪，把他亡妻灵位给送出来。他不过是运气好，勾搭上了张家。等张老夫人清醒过来，他啥也不是。魂穿。我知道这很离奇，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，我也不会相信的。所以，我爸已经……喜悦，我既然借用了你父亲的身体，就会遵从他的遗愿，把你照顾好。西月妹妹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以后就以姐妹相称。姐妹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奶奶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我以后岂不是要喊她姨奶奶了？什么姨奶奶呀？张承洲，你威风得很呐！哎呀，妈，这不多亏了爷爷给的秘方吗？我现在感觉是生龙活虎啊！西月妹妹，这就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，让你见笑了。我们之前见过。刚才就是你羞辱了吴凯。你是谁？瞎了你的狗眼，连医圣张家二爷都不认识。没想到在外威风凛凛的二爷，在家竟然是这副样子。西月妹妹啊，我知道你因为之前的事情记恨我，可我也是因为被吴凯这狗东西给蛊惑的呀。当时没注意，这女人居然这么好看。西月妹妹也是你能叫的吗？以后见着西月，你得叫小姨。哎呀，明白明白，小姨好啊。哎妈，这几天怎么没见若仪呀？你以为都像你那么闲吗？若仪最近想要攻克儿童痉挛型脑瘫，最近她在赵氏医典上发现了岩藤型脑丸，似乎对这个病有奇效。赵氏医典。我记得赵家就是中医赵氏的一条支脉，那爸爸你……我这原身确是赵家之人，的确有关于这方面的记忆。华国中医历史底蕴深厚啊，几经传承已有3000多年，积累了无数的神奇药方。可惜啊，随着年代的变迁，很多中医的治疗奇法和药方都失去了传承。岩藤型脑丸只是其中之一罢了。中华宝库浩瀚无穷，如果能挖掘出来，必然对我国的医疗事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。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的。
昨天拍卖会收获不错，竟然把给西月调理身体的药材都凑齐了。帮我和奶奶说一声，我去研究所了。岩藤醒脑丸调配实验方案。虽然原版的岩藤醒脑丸已经失传，但以我对这些药材的理解，或许可以还原出来。你在干什么啊？谁让你涂改我的实验方案的？你的实验调配方案有问题，我帮你改了一下。用得着你修改吗？若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奶奶，你看他把我的实验方案改成什么样了？儿童痉挛性脑瘫一直是医学上的一个难题。我们团队耗费了很大的心血才获得这份实验方案的。只要把岩藤醒脑丸研制出来，就可以拯救无数脑瘫儿童。现在全被他给毁了。虽然我不懂岩藤醒脑丸的配方，但是你太爷爷这样改，肯定是为你好。是呀，太爷爷可是医生啊！够了！什么太爷爷？什么魂穿？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。我的太爷爷早就死了。我的太爷爷早就死了。若依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当初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只要奶奶开心，我们尽管配合就行。是我错了，我错在一开始就不应该对他抱有期望。你们这话什么意思？奶奶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从始至终我都不承认他是我的太爷爷，只是因为他能哄你开心，我才配合演戏罢了。他要是安安分分地扮演好太爷的角色，我还可以对他恭敬以待，以后还会给他一笔钱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居然得寸进尺，毁我心血方案。若依，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他就是我的爸爸，你不许对他这么放肆。或许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阻止二叔赶他走，假的终究真不了，是时候让奶奶清醒过来了。二叔，你在看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吧，挺好的呀。我也这么觉得，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太爷爷。你们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但我警告你，最好在我回来之前滚出张家，否则你别怪我不客气。这孩子太不像话了。就是，以前奶奶都是拿这话说我，今天难得见她说一次姐姐。爸爸，若依说话太重，您别放在心上。小孩子耍脾气，不会在意的。爸爸，您这是去哪儿？赵家，什么时候张若昀找我道歉，我再回来。嘴上说着不在意，身体却诚实得很了。若依，你看一下。还好研究所里有调配岩藤醒脑丸的备份方案，不然这么长时间的心血被毁，我没法向大伙交代。老师，怎么样了？怎么会呢？我们明明都已经把岩藤醒脑丸的药材成分分析出来了，怎么还会失败呢？不是成分的问题，是配比错了。配比？你
的实验调配方案有问题，我帮你改了一下。难道他居然一眼就能看出药材配比不对？难道他……膻中炼天修，中原顾中州，关元续元天，天土通六飞。父无任相，谎称有孕，到底谁才是妄想症？老师，我这里有一份修改过的方案，您看看。妙啊，实在是妙！这个方案里的药材配比规律，竟然比我们之前的还要精妙。快，按照这个配比，立刻实验。你说这个，对，在那边。春秋。据医典中记载，这盐藤醒脑丸通体乳白如凝霜，色泽温润，表柔有光。我们这是成功了。洛伊啊，这回你可是立大功了。当初你拜我为师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你是医圣世家，我只知道你天赋卓绝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没想到啊，这么快就青出于蓝了。老师，我……你不用谦虚，老师相信自己的眼光，绝对不会看错人的。老师，其实我想告诉您，这份方案不是我改的。不是你写的，那是谁？是我太爷爷。太爷爷，若仪，你太爷爷就是大名鼎鼎的医圣张叔吧？他不是已经过世了吗？是，他又活过来了。不管对方是谁，能够写出如此精妙的实验方案，我一定要亲自去拜访他。这枚玉佩是我5岁时父亲送给我的吉祥物，它寓意着祈福纳吉、驱邪避煞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戴在身上。既然天意让我穿越到你父亲的身上，以后你就是我女儿。好。赵希月，又是我凯这个白眼了！你给我滚出来！赵希月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凯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说过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复婚的可能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谁说我是来找你复婚的？那你是？当然是来找你算账啊！哟，这不是张家的医圣老祖吗？我好好待在张家享福，难道是被赶出来了？你既然知道我爸是张家老祖，还敢跑上门来挑衅，怎么？你不怕张家找你麻烦？哟，我好害怕呀！害
怕就赶紧滚。不过我怎么听说这老东西得罪了张大小姐，已经被赶出来了呀？胡说！我爸怎么可能会被赶出来？你消息倒是灵通啊。爸，你真被张家赶出来了？我自己离开了。那有什么区别啊？邵仁怀，没了张家当靠山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来人！来人！你们干什么？教训你，还需借助张家的力量。你是不是忘了背上所刻之字了？正好，我最近新磨了一副银针，就拿你试试吧。吓唬我，老子岂会怕你？你他妈管这叫真？如假包换！走吧！这一针该给你刻在哪儿啊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么大的针刻在那儿，岂不是大材小用了？赵喜月，你欺人太甚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是有靠山的人。靠山？哼，老东西，今天别说你已经被赶出了张家，就算张家人在这里，我的靠山也丝毫不虚。连医圣张家都不放在眼里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靠山是何方神圣。当然是我，梁少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那你总知道京海首富杨家吧？你是杨首富的公子？正是。吴凯这个白眼狼到底是怎么认识这些大人物的？赵仁怀，你不会以为就你会治疗琥珀症吧？你能以这样的方式攀上张家，我同样也能攀上杨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杨家也有人得了琥珀症，被你用四雀神针治好了？这还得多谢你啊！要不是你这位医圣先驱给我做了示范，我还不敢这么大胆的对杨首富施针呢。你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！你说什么？你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！你忘了当日我在张家看病说了什么吗？四雀神针虽是中医绝技，能短暂唤醒琥珀症患者，但只需半日时间便会生机殆尽而亡，无异于饮鸩止渴。生机殆尽而亡。起初，我原以为这门针法有缺陷，后来我才恍然大悟，四雀神针是古中医的针法，需配合中药调理才有效果，否则只会适得其反。杨少，千万别听这个老东西胡说八道。之前在张家，他就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抢走了我的功劳。老东西，同样的招数想骗我2次啊！真当我的脑子是摆设吗？这一次，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是不是骗你？稍后便知。杨少啊，我劝你好自为之啊。杨少，
千万不要相信他。他这个人最擅长蛊惑人心了。张家那个老太婆就是这样被他骗的。杨少，我保证杨首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你救了我爸，我会给你这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顺便啊，也能帮你报了这个仇。但如若真像他说的那样，我会让你知道我们杨家的手段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杨少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爸呀，今天晚上有个康复宴，特意告诉我，一定要请你这位救命恩人去赴宴。我的荣幸。老东西，没如你所愿，你很失望吧？时候未到。听你这意思，好像很希望杨首富死啊。你敢咒我爸？你活得不耐烦了吧？爸，阿辉，快回来！你爸又晕过去了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跟我回杨家。怎么这么大的酒味？奶奶，你是在喝酒吗？哼！奶奶，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可不兴借酒浇愁啊。你是哪位？谁让你进我们张家门的？奶奶，谁是你奶奶？我没有你这样不孝的孙女。奶奶，雨辰，你怎么能让奶奶喝酒呢？姐姐，这不是酒，你还敢撒谎？这么大的酒味，当我闻不到吗？奶奶都多大年纪了，喝坏身子怎么办？这真不是酒，这是太爷爷用传统中医疗法制作的酒泡药，用来为奶奶调理身体的。不用跟他解释，他还以为你太爷爷是拿酒来害我的。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去跟太爷爷道歉。啊，以姐姐的性格，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认错呢？她今天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张家大小姐，找我何事啊？太爷爷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我来向您道歉。哎，你这声太爷爷，我可承受不起。毕竟我只是哄奶奶开心的工具罢了。况且是我毁了你的实验方案，你何须道歉呀？太爷爷没有毁掉我的实验方案，您明明是在帮我，我却有眼无珠，误会了您。实验成功了。是啊，多亏您帮我们修改了实验中的药材配比，否则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研制出岩藤醒脑丸。哼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太爷爷怎么可能骗你呢？怪不得认错态度这么良好呢，原来是太爷爷帮他完成的实验啊！哼，现在知道我太爷的厉害了吧？好了，念在你也是心系医疗事业，才乱了方寸。
我便给你个机会吧。不过，你要是想道歉的话，得去那儿排队。你要是想道歉的话，得去那儿排队。那不是杨首富家的公子吗？之前在一次商业洽谈会上见过，他怎么跪在那里啊？吴凯用四血神针给他老子治病，已经危在旦夕了。他是在求我出手相救。张小姐，是赵神医，请您让我进去吗？我也是来下跪的，麻烦你往那边挪挪。杨小子，我爸爸要是不愿意出手，就是大帅的儿子来了，也没有用。大帅突发恶疾，命悬一线，请先生出手相救。聒噪！今天我女儿生日，谁都别来打扰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吴凯说张老太太坚信赵神医是他父亲，这事居然是真的。谁让你非要听信吴凯的话？况且我太爷爷说过，吴凯出手必死无疑。那我爸真没救了吗？起初，我原以为这门针法有缺陷，后来我才恍然大悟，四血神针是古中医的针法，需配合中药调理才有效果，否则只会适得其反。哎，不对啊！我记得赵神医说过，只要找到那个适合的中药，然后配合起来，我爸就有救啊！赵神医，我的医术再高明，也并非神仙，已死之人便无力回天。不是啊，赵神医。他现在只是晕厥，他还没有死啊！四血神针若无古中药配合，半天之内必死。那杨首富竟然只是昏厥，这是子睿之相。唯有心怀善念、广积功德之人，才会呈现出此等气象。此人并非气象本源，应该是来自那位杨首富。如此深厚的福缘，怪不得能活下来。你先起来。你觉得杨家如何呀？杨家的口碑和我们张家差不多。杨首富他为人乐善好施，是出了名的大善人。至于这个杨辉，他虽然看起来纨绔，倒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，反倒挺孝顺的。那你希望我是救还是不救啊？我希望您能出手。既然我曾孙女儿都说了，我便破例救你父亲一次。多谢赵神医，多谢张小姐。太爷爷，你原谅我了。还不快见过你太爷爷！好。晚辈张若仪，见过太爷爷。这张药方是我根据古中医医理推算出来的，能不能救你父亲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多谢赵神医，多谢赵神医。啊，对了，赵神医，那个吴凯，他跟我回杨家那天半道就跑了，等我找到他，一定给您个交代。
好了，既然嫌隙已经消除，那我们回家吧。新月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以后你也跟我们一起住。好。爷爷、妈，你们回来了，我让人备了饭菜，快进去吃饭吧。二叔，你今天咋这么殷勤啊？哎呦，我这不是为了欢迎你太爷爷回家吗？我才不信。希月，多吃点。没事，看你瘦的。我自己来吧。张承洲，西月现在可是你小爷，我劝你别再动那个歪心思。我当然知道啊，妈，你能不能质疑我的人品呢？就是因为知道你的人品，我才不放心。我有这么差吗？老夫人，金海首富杨东海来了，说想拜访老太爷。杨东海的病看来是好了。爸，要见吗？你去告诉杨东海，我爸救他是举手之劳，不图他的回报，以后让他别再来打扰了。是，老夫人。太爷爷，我老师看了您修改的实验方案以后，他很仰慕您，他也想来拜访您的。你安排时间吧。真的吗？既然你叫我一声太爷爷，这点事情我自然会答应的。谢谢太爷爷。不愧是太爷爷，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居然就把姐姐这么要强的女人给感动了。姐姐，你的老师来拜访太爷爷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太爷爷他脾气古怪，一向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，我怕他们谈得不愉快嘛。应该不至于。愚昧至极呀！果然被我猜中了，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让他们见面的。老师，我太爷他只是对医学方面比较严谨，他不是故意刁难您的。没错，前辈在医学上的严谨程度，是我今生仅见。今天这番辩论，令我受益无穷。啊，你们没有闹得不愉快吗？不愉快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恨我没有早日来拜见前辈。啊，那您刚才说的愚昧是？没见到前辈之前，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在医学上的造诣很高，直至此刻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愚昧。我见前辈啊，犹如精钟窥月。喜悦妹妹，喜悦，妹妹啊！哎呀，岂有此理！什么外邦医道联盟，竟敢欺负在我们金海的头上了！这群外邦人来势汹汹，扬言要挑战我们整个华夏国医。目前有不少医道世家都栽在了他们手中。最可恨的是，他们还要开启全球直播。一旦我们败了，或者没有应战，他就肆意贬低我们国医，说我们国医不如他们外邦。气愤归气愤，但是不得不承认了，那外邦的实力很强。各位，你们都是金海医道的掌门人，
你们都敢来棘手，我们还有谁能去对付这群外邦人呢？爹，您是不是忘了有个赵神医？对呀，还有一个赵神医。杨首富，你说的赵神医可是治好了张家老夫人琥珀症的那位？哎，就是哦。如果说当初不是他所施救的话，杨某这条命就……据说赵神医跟圣医张家交好，就连国医泰斗也天天跑去求指证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个赵神医医术超群，我们何不请他出手，让我们的胜算岂不增加许多了吗？哎，杨首富，你有什么顾虑吗？不瞒你们说，我去了好几次，都没有能见到赵神医。要不咱们一起去拜见他，总不好意思让我们这么多人是闭门羹吧？行，走啊！他真还好意思让我们吃闭门羹呢？赵神医就是这个脾气。我们在这里都等了1个多小时了，还要继续等吗？哎，我们来了几次，今天终于有希望要见到赵神医了。太爷爷今晚不想见客，各位请回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在这儿都凉了1个多小时了，他一句不想见客，就想把我们打发走。好歹我们也是青海有头有面的人物，到了这已经是给足了姓赵的面子，他还摆起谱来了。小姑娘，你是告诉了个姓赵的，今天晚上必须得见。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人话？我都说了，太爷爷没空。哎，各位，既然赵神医不愿意见客，我们就别难为他了。杨首富，我知道姓赵的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不忍心叨扰。可如今形势不同了，不能再这么心上。没错，这事儿关乎我们青海的荣誉。作为青海的一份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捍卫的义务，他赵仁怀也不例外。外边那些人在吵什么？他们吵着要见太爷爷，估计是为了几个外邦医道联盟的事。外邦医道联盟？是国外几个医道世家组成的势力，最近频频对我国医界发起挑战。我们都等了这么久了，赵仁怀必须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想要我给什么交代？他就是赵神医吗？身上竟有一股莫名强大的压迫感。他的眼神怎么会如此深邃，仿佛一口沉积了100年的古井，只要对视一眼就会沦陷。赵神医果然是神采非凡。刚才是谁说要我给个交代呀？他，还有他。赵神医只是因为形势所迫，刚才这几位才激动了些。这群糟老头子还挺会看人下菜碟。事情我已经听若爷说过了。虽然我不喜欢争斗，可若外邦人欺负到头上，我亦不会袖手旁观。太爷爷出手，不仅是为了维护金海的脸面，更是为了告诫那些外邦人，国医不可辱。对，国医不可辱。这就是你们华夏的国医吗？垃圾！等等！说好的比拼医术，怎么动手打人？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！输了就要挨打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这些华夏人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你们刚刚比拼医术输给了我们，现在马上对着直播镜头承认华夏国医不如外邦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们3人只是学艺不精罢了。华夏国医卧虎藏龙，真正的医圣还没出手，你们别太嚣张。医圣，
哈哈，你们华夏国医早就没落了，哪来的医圣？这赵神医，怎么还没来呀？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承认华夏国医是垃圾，或者继续吃我们的拳头。痴人说梦！你别气得太深，你们这些华夏人就是嘴硬，看来只有打倒你们曲阜。你敢？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！是谁？谁也偷袭我！泱泱华夏，还轮不到你们这群外邦人在这撒野！医圣张家前来应战。赵神医是当世医圣，你们输定了。不知死活！刚才偷袭我的，是不是你？我一会儿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卢克先生，我与张家有怨，不如这场就让我上谱。吴凯，吴凯，我说怎么2个月不见人呢？原来投靠外邦人了。赵仁怀，咱们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，还不滚过来受死！你还不配做我太医的对手，这一场本姑娘来跟你比。雨辰，别胡闹！我作为张家长孙女，是除了太爷以外医术最高的人，要上也是我上。让雨辰去吧。太爷爷，太爷爷，你太爷爷既然这么安排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太爷爷肯定还在因为实验方案的事情生气。我跟你比，老东西，你真让他上？我可跟你说好了，今天他要是输了，我要在你背上刻字。你之前也没说有这个条件。既然是恩怨局，当初赵仁怀怎么对我，我自然要怎么还回去。你如果怕了，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可以。太爷爷，保持心态，正常发挥。找死！这是精测针灸同仁，可以精准检测出你们的入针穴位以及深度。参试者需挑选试题，在5分钟时间内记下10道穴位及其入针手法，然后对同仁施针，实际操作与试题要求越接近者获胜。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。我初中的试题中，第一个穴位是尺泽，要求直刺0.8寸。比题目中的要求少了0.2寸，还好差的不多。哎呦，好准确的手法！二小姐，你太慢了，还得练呢。别分心。最后一针，扎完了。根据2人实际操作与试题要求，得出最终分数。吴凯8分。8分，总分10分，他竟然得了8分，实力太强了。可惜啊，投靠了外邦人。张二小姐，不会被吓哭了吧？希望雨辰的分数不要相差太多呀。张雨辰最终分数为
张雨晨最终分数为8.5分。哦，还好没有相差太多。8.5分。什么？8.5分？以前呐，只知道张家大小姐医术高超，没想到啊，这位二小姐竟然也如此妖孽。这就是医生世家的底蕴吗？8.5分。哎，爸，那咱是不是赢了？不错，肯定赢了。呀，赢了！雨辰，好样的！凭什么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凭什么能赢我？那当然是我太爷爷教的好啦。在真正的天赋面前，你的努力不值一提。卢克先生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赢回来的。废物！既然他们称你为当代医圣，不如就由你和我们比试一场吧。不敢，连比试的胆量都没有，还配叫什么医圣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一个人不够打，你们3个一起上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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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华夏人还是这么喜欢说大话？你这个所谓的医圣，不会就是这样吹出来的吧？你们若是败了，跪下磕头，给所有被你们侮辱过的国医道歉。你要是输了，就把双手剁下来，这辈子都别再碰针，敢吗？这也太恶毒了吧！你们不是说比赛医术吗？怎么下这么大的赌注啊？就是啊，赌注不大一点，你们每个人都说要来比试，岂不是要把我们累死？赵神医，我知道你是想替我们出口恶气，可赌上自己的双手，实在不值得啊！大不了认输，我们又不是输不起。开始吧。左藤一9.1分，金南鹤9.1分，卢克9.2分。3个人都是9分以上，协会误差只相差0.1寸，看来赵神医的处境不妙啊！该你了，班长，你不是要跟我们3个人同时比试吗？应该抽3份试题才对啊！什么？3份试题？这3份试题就意味着要同时记住30个穴位的入针手法，这怎么可能做到呢？太无耻了！我觉得这样的规则很合理啊。你不是号称当代医圣吗？30个穴位对于你来说应该轻而易举。的确不难。希望出结果的时候，你还能像现在这么镇定。赵神医在干什么？装神弄鬼，装模作样。您还有1分钟时间了，如果再不落针，就要按0分处理了。去！这怎么可能？这里就是恩师的故乡，我30年前来过一次，变化可真大呀！想当年得到恩师指点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是同孩，没想到这一转眼，半截身子已入了土。哎，你们看，那3个混账闹的动静还不小哦。哎，那是安师，去！这怎么可能？爸爸这招以气运针，我真是百看不厌啊！太帅了，太帅了！我要学。以气运针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只听我的父亲给我讲过，祖师爷会这一绝技。第1份试题，10分。
10分。第2份试题10分。又是满分，又是满分，耶！第3份试题肯定也是满分，我明定了。赵神医就是赵神医呀！看这些外邦人还这么嚣张，同时记住30个穴位，还能精准的记住每一个穴位的尺度，他难道是上帝吗？绝对不能让他赢。第3份试题0分。怎么可能呢？前面2道试题都是满分，第3道试题却是0分。怎么不可能？这第3句同人之上所扎穴位跟试题完全不符，他连最基本的穴位都不认识，手法再精准有何用啊？你没有看过我的试题，怎么知道我扎的穴位和试题不符呢？我知道了，你在作弊。对，就是在作弊，一派胡言！来人，卑鄙无耻！愿赌服输，把他双手给我砍下来！住手！父亲，混账东西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。拜见恩师。同时记住30个穴位，还能精准的记住每一个穴位的尺度，他难道是上帝吗？老公，那不是赵仁怀吗？他竟然一个人打败了3个外邦人。那3个外邦人我听说过，都是高手。之前很多国艺大师都败在了他们的手上，没想到。拜见恩师。此战过后，我亲爱的堂弟仁怀必将名扬四海的。没错，不愧是我们赵家的传人。不过，他之前说的要求，我亡妻的灵位是要迁出赵家，但必须让你们在全族人的见证下，一步一叩首，亲自把他恭送出来。这是个缓和关系的好机会，我们必须给嫡系办得风风光光。爸妈，雨辰，这些年我和你妈在国外打拼生意，很少关注国内的情况。听说金海出了一名惊世骇俗的医生啊！没错，等会儿你们就见到了。这是我新调配的方子，你们学习一下。太爷爷，您的大孙子和孙媳妇回来了。不孝子孙，见了你们医圣老祖还不跪拜？医圣老祖。